那1周几次？什么？夫妻生活呀。既然我们已经结了婚，1周几次合适？你如果有需求，我可以配合你。你没有需求？法医这冷冰冰的职业，该不会导致性冷淡吧？那他这算工伤？我对性没有执念，而且白天的工作很累。宗法医，志同道合。请多指教，周律师。我闪婚了，和7、8年没见的高中同学宗彻。尹堂，不是姑姑说你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别挑三拣四的了。陆芳可是有编制的，你要好好把握啊。有编制又如何？还不是渣男一个。研究生毕业，当律师的又怎么样？无父无母，也没多少存款，他能出多少嫁妆？你是编制内的工作，前途一片大好，愿意娶她个孤儿就很不错了。彩礼啊，就免了吧，他没爸没妈的，谁出钱呢？我父母说话虽然直接一点，不过他们说的都是实话。你又没有父母，这礼金也没有人收，不如……周云堂，你干什么？陆放，我父母是过世了，不是没有。分手吧，我们不合适。你干什么去？你听爷爷的，相亲时你要说你是萧氏集团继承人，职业是法医这件事慢慢说也行，不然你连微信都加不上。你怎么还叫我骗人呢？既然是相亲，就得坦诚，不然跟骗婚有什么区别？宗彻，周应堂，宗彻，我的高中同学，当年的学霸校草，如今因为法医的职业，与我这样家境普通的孤儿，成了相亲市场上的补录生。没想到他会记得当年不起眼的我，也没想到我们会这样一拍即合。方便的话，我今晚可以搬进你家吗？虽说好了分床睡，没想到结婚的第1晚，竟然失眠了。你也睡不着啊？你虽说我们结了婚了，但是你有需求可以提前告诉我，先提交申请。我在说什么？抱歉，你把要人忘了。他不是说没有需求吗？临时让人加班可是职场大忌啊！事已至此，只能奉陪了。他这是梦游了？人呢？不会这么早就去上班了吧？早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睡得还行。吃早餐吗？我做了三明治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有个早会，我回公司吃，先走了。哎，还是个急性子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是不是什么东西落下了呀？顺便把三明治打包带走。爷爷，
我孙媳妇呢？哦，你看这姑娘多文静啊，她真的不介意你的职业？她甚至还很好奇。她是个律师，专攻刑事案件，对我的职业看法比较客观吧。那就好。你的家庭情况她了解吧？哦，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，不过我相信她应该不介意吧，毕竟结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嘛。当年你父母离婚，你母亲给你改了姓，让你姓宗。再后来你父亲再婚生子，可在爷爷心里，你永远是我们萧家唯一的继承人。爷爷，您不是说要活到100岁吗？怎么又提继承人的事？好，不提了。不过这个姑娘我一定要见一面。她还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等我跟她交了底，再安排你们见面吧。也好啊。周印堂，可真有你的，竟然一声不响就结婚了，好不容易来你所办事，竟然让我听这么大一八卦。尊敬的萧氏集团总助阁下，在您日理万机的行程表上，竟然有接见周印堂这一项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你这可是闪婚啊！那男的工作怎么样？家庭怎么样？长得怎么样？喏，长这样。他是名法医，要想当法医都要通过政审的，家庭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老公长得还怪好看的。这就从那个男的变成你老公了，真是个巨大的卡颜的世界。不过你不觉得法医有点瘆人吗？这白天解剖尸体，晚上抱着你，哎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？我这都结婚了，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要是再不把自己嫁出去，我的姑姑姑父都要给我包办婚姻了。自从爸妈车祸去世后，我就被姑姑收养。大学还没毕业，他们就张罗着把我嫁出去，大概是想用我的彩礼给表妹凑嫁妆吧。喂，印堂啊，你跟陆放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又耍小脾气了啊？女孩子可不能太作。姑姑，我一会儿去看你，这事儿我会解释的。哎呀，有什么现在不能说啊？林雪新男友的车，前几天他在朋友圈发的梵克雅宝的项链，就是在这辆车上拍的吧？哎呀，印堂回来了，这大家都在等你呢。哎呦，你说你人回来就行了，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来，进来坐啊。来，把拖鞋换上，我去叫你姑父去啊。是了，这里本来就不是我家，搬走之后确实连双拖鞋也没必要留下。姐，你都去大律所上班了，还没有我一个卖房子的挣得多，回来就带这么点水果和曲奇啊！幸好姐夫提前过来，拿了些体面的礼物。姐夫，樱桃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陆放呀，都等你很久了。糖糖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陆放呢是过来谈婚事的。他说啊，之前呢你们的事儿呢是有些误会，说开了就好了。是啊，你们就和好吧。小陆他很有诚意的，愿意拿20万作为彩礼。这么好的条件，你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！嫁不了，我结婚了，重婚是犯罪。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也没告诉我们呀。他是做什么的呀？多大了？家里是干什么的？彩礼呢？给多少？有没有20万呢？怎么可能？周印堂，你是骗我的吧？我骗你干什么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结婚证。我的老公是我的高中同学，跟我同岁，而且是名法医。法医？解剖尸体的那种法医？那岂不是天天跟死人打交道了？这姐夫够晦气的啊！你看这侄女，哎呀，好的不选，怎么就选了一个这么晦气的对象？
一个穷法医，他能掏得出20万彩礼吗？是啊，他这职业不好，而且呢，你们也是闪婚，赶紧离了吧啊！小陆啊，这印堂呀，他也是一时糊涂，你会原谅他的，对吧？姑姑，我们已经领证了，法医是还原真相、捍卫公道的职业，而且还是个体制内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。体制内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找他来气我的，是不是？周印堂，你不就是想证明你离开我，你照样可以找一个有编制的男人吗？行，我是个男人，只要你现在离婚，我可以大度一点，趁现在还没发生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发生什么？昨天我就搬进他家里了，昨晚可是新婚夜。你说什么？那你现在就是二手货了，你最好想清楚一点再说啊！二手货可不值20万。陆放，你搞清楚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干什么都很正常。反倒是你，拿着你的东西滚出去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好，周应堂，你真是不识好歹，你最好别后悔，别到时候来哭着找我来复合。小陆，哎呀，你这是有话好好说吧，小陆。这就走了？姐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你再生气也不能找个穷法医啊！这说出去，我们家多丢人啊！就是啊，哎呀，你这天天摸死人的，真晦气。是啊，印堂，你要是不喜欢陆放的话，要不，让小雪的男朋友给你再介绍一个二婚的也可以的。这张弛呀，他是萧氏集团的经理，这人脉广，认识的呀可都是有钱人。萧氏集团总经理，看着不像。喂，助理，有大案子，原告家属着急见你，定位发你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姑姑姑父，我不打算离婚，你们要是不愿意见我老公，我不带他出现就是。好了，是的。知道了。钟老师，等会一起回市局吗？您这是在看女的？钟老师，您看女孩？放尊重点，那是你师母。哦，你一个人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。好嘞。我原先以为宗老师是个性冷淡，没想到他居然结婚了。又是一起杀妻案，这爱的时候啊，衣服一件一件给人脱；不爱的时候，身体一刀一刀给人剁。这疯癫的世界，疯癫的婚姻呐！对了，你介意我在你车上吃东西吗？介意？哦，没事，你吃吧。那就好。我看你家里一丝不苟的，以为你有洁癖呢。对了，你吃饭了吗？你要不要吃饭团？帮我拆一个吧。喏，这牛马呀，可不能挨饿，这饿着了呀，可就没力气干活了。他的唇还挺软。周应堂，你清醒一点，又不是在拍什么先婚后爱的短剧。周律，你有客人，请他进来。好。
您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法律援助？大少奶奶，喂，宗澈，这位你叫我张叔就行。张叔说爷爷想见我，那我跟他走还是？我爷爷听说我结婚了，很高兴，看来是等不及让我亲自带你去见他了。你可以先跟张叔回去，我这边工作也忙完了，等下爷爷家见吧。好，那我先过去。大少奶奶，车外面等着了，您这边请。这边。好大的排场啊！您请。这谁呀？少奶奶，请上车。坏了，真给我演上短剧了。这排场。这个别墅区住在这的人都非富即贵，律所有个 VIP 客户就住在这儿。宗澈的爷爷竟然也住这儿。萧展，萧展，宗澈和他爷爷不一个姓，这江城萧姓的人家。抱歉啊，老爷子没让人打声招呼，就去找你了。没事儿，我们结婚了，理应去看看爷爷的。那我们先进去吧，老爷子在里面应该也等着急了。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这边请。里面请。哎，英堂，来来来，爷爷好。坐，快坐。这一路开车从城里过来，挺远的，一定累了吧？臭小子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你媳妇倒茶？没事没事，不用客气。还忘了，你们年轻人呐，喝不惯茶。我这小冰箱里啊有可乐，可乐，你喝吧。爷爷，你又在冰箱里藏可乐，下次家庭医生过来，我得让他好好给你测测血糖。你说你，我又不喝，我就摆在冰箱里，我看不行吗？这不都给你媳妇儿喝了吗？你在你媳妇儿面前一点都不给我留面子啊！面子重要，身体重要。小时候，每次去看爷爷奶奶，他们总会给我准备各种好吃的。哎呀，我孙女回来了，来。哎呀，我孙儿真乖。可爸妈车祸1年后，宝宝，养老就相继离世。2好不好吃年内，我送走了4位知己。好一点啊！樱桃啊，这个你拿着啊。这是……哎，按理说呀，这个呀，应该在你们订婚的时候就给你的。可宗澈这小子他等不及，他着急忙慌的拉你去领了证。不过没事啊，这些礼物啊，我早都为你们准备好了，我可不能亏待了我的孙媳妇，你说是吧？拿着吧。人家彩礼188万，见面礼送1辆迈巴赫黑洞，别说。爷爷，这个我不能收。这咋不能要嘛？这可是我老头子专门为你们准备的，和宗澈他父亲无关。你说我都这把岁数了，如果哪天一命呜呼了，这个我又带不走，还是给我孙媳妇最好。爷爷，您身体这么硬朗，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哎，那你就拿着。你想想看，日后等我见到了你的父母，也好有个交代呀。你父母的事儿啊，宗澈都告诉我了。哎，你想，你父母也想看到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如果知道我这个老头子礼数没做到，他们在下面不得急得团团转呢？谢谢爷爷。哎，
妈，这是周应堂让你继续他现在住的地方的。他都搬出去了，这些东西啊就不应该留在咱们家里。我让你妈问他要个地址，给他寄过去。妈，你把他地址发给我。抱歉啊，爷爷，我的当事人发生了一点突发状况，我现在需要立马赶过去。说好陪您吃饭的，这下要失约了。哎，没事儿，工作重要，以后啊常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子就好了。那你陪爷爷吃完饭再回家，我处理完就回去了。这里不好打车，你开我的车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家里见。爷爷再见。开车慢点啊，慢点。这是周应堂的新地址。我爸说了，20万彩礼不能少，这是他的地址，我可只认你一个姐夫，帮你到这份上，算很不错了吧？被告有自首情节，要是减刑，那对被害人家属来说可不是好消息。住这么高端的楼盘，这就是你闪婚嫁给他的理由啊？家属一点赔偿金都不想要，只想让杀人犯牢底坐穿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做父母的很难释怀吧？对了，你不会一直在工作，还没吃饭吧？等会儿回家煮个泡面吧。对了，你离开爷爷家了吗？现在下着雪，我还开了你的车，你怎么回来啊？老爷子派人送我回来了。还有，一会儿别被吓到了。老爷子让我把剩下的彩礼都带回来了，方便面你也别煮了，他让我给你带了热汤和饭菜。爷爷太贴心了，加班后的一口热汤对牛马来说是莫大的救赎。那我先上楼啦，你什么时候到家？樱桃，樱桃，樱桃！滚！陆放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跟踪尾随，我可以告你的。这是你表妹给我的地址，你姑姑一家人都希望我们复合，这怎么叫尾随呢？你说什么？这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，这么好的地段，这么高端的楼盘，难怪你要嫁给这么个晦气玩意儿。周应堂，自从你因为彩礼跟我闹别扭开始，我就该知道了。你就是一个拜金的女人啊！拜金，听起来还挺上进的，拜穷的就疯了。不拜金拜什么？拜托你不要离开我嘛！你看，陆放，我们早就分手了，你现在这行为是犯罪，你再过来我就叫人了。哼，叫吧，来人又怎么着？我们是情侣吵架，别人管不着。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不嫌弃你跟过别的男人，只要你跟他离婚，你就可以继续和我在一起。你以前不是不让别人碰吗？你现在可是二手货了，应该没什么顾忌了吧？不如……你有病！你敢打我？租车。那是谁？你老公？是呀，而且他还是个法医。你要是再缠着我，我就让他把你推成骷髅。你没事吧？
去追。教授，不用追，这种人就算交给警察也没有用。我太太是律师，我相信她肯定有办法能处理好。那我们先回家，能走吗？幸好只是擦伤，不用缝针。那没机会让曾法医施展才能啦。你缝合技术好吗？很好啊，只不过很少缝活人吧。以前还没发现，你还挺幽默的。刚才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今天对我出手的是我前男友陆放，他之所以能蹲到我，是我表妹给的地址。这种情况下报警，也只会处以5天以下拘留或者500元罚款。这种程度的惩罚，估计吓不退他。不错，所以我会用其他办法的。上次林雪把我骗到她销售的楼盘，让我私下给她交定金的时候，我就想举报她，还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才放过她。你这表妹啊，得吃大亏，脑子才能清醒。你们的聊天记录还有吗？发我。不再窝囊了。还有陆放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听你说过，你们萧氏集团和陆放所在的央企有合作，你应该有陆放领导的联系方式。哦，懂了，你要举报他。之前说你要结婚了，怎么还不见你筹备啊？别提了，遇到拜金女了，为了彩礼跟我闹分手，转眼就跟别的男人跑。哼，当初要不是因为他父母双亡，我可怜他，想给他一个家，我还不想娶她呢。总主任，您作为局里派来的顾问，应该可以看出来，我们这批医疗器械呀，采用的都是高尖技术。他们2个呢，是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们。这位呢，是市局派来的法医顾问宗主任，还不赶紧打招呼？法医？周应堂的所谓的丈夫也是法医，那天他也没看清脸，该不会这么巧吧？啊，宗主任您好，我叫陆放，是负责器械售后的。您好。您好。王总，对接工作保密性较强，希望贵司谨慎选择对接人员，品行不端的不要考虑。他转什么转？不就是个法医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明白，宗主任请放心，我们一定谨慎。小陈，您先带宗主任去他们生产车间看看。好的好的，宗主任这边请。老师，那人你认识啊？该不会是情敌吧？他也配？这里禁止吸烟，他们旁若无人的抽烟，这样漠视规章制度的人，少打小道。切，一个摸死人的，装什么装？宗主任的权威可不仅仅是专业领域，你跟我收起情绪，好好做事。王总，传闻宗主任的父母都是知名企业家，背景不容小觑啊。王总，我这……喂，举报信里面的内容证实了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王总，怎么了？妈，我被开除了，都是周应堂害的。李雪被开除了吧？真解气。对了，你的举报信真管用。陆放被单位告了，他泄露专利技术已经被立案调查了，连同他吃回扣甚至骚扰你的事情都被查出来了，绝对要进去蹲几年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浑身都是破绽，出事儿也都是迟早的事儿。今天这么高兴，要不要晚上一起吃个饭？不了，从车等下来接我。周丽今天这么早下班啊？是啊，
难得不用加班。对了，之前听你说在相亲，相到了没啊？我认识个男生挺优秀的，要不要介绍给你？不用了，我有事先走啦。啊。印堂，你多相几个总能找到好的。你看看照片，这个条件真的很不错，要不安排你们见面？他还在相亲。今天的12莲子羹熬得很成功，都出胶了，你尝尝。你不喜欢吃甜的？我不习惯在书房吃东西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他有洁癖。那不好意思啊，我先端出去吧。我忙起来的时候，在书房吃东西是常态。昨天也在他旁边吃小面包了，他应该没看到。对了，你无名指的指围是多少啊？怎么？买对戒啊，戴上戒指就不会有人再来介绍对象了。我有个女同事很热情，热衷于给人介绍对象，安排相亲。我没买过对戒，不知道指围。那我给你量一下，你把你的左手拿出来。哦，来，手指细长，根骨分明，手背经络明显，看着很有力量感。之前怎么没发现宗彻的手长得这么坚硬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给你擦擦。这记号笔的墨不好擦呀。我们似乎在牵手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去店里挑选试戴。啊，是啊，我为什么要给他量啊？显得我好像要借量尺寸和他牵手一样。那你自己去洗一下手吧，我先出去了。糟了，12莲子羹忘记端出来了，等下宗彻洁癖症又要爆发了。不是说有洁癖吗？看来是我熬的12莲子羹太香了，就算是有洁癖的宗彻也忍不住在书房里吃起来。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？你在忙吗？我听说啊，萧家正在找门当户对的姑娘，准备联姻呢。小彻，妈妈知道你对萧家的家产根本就不感兴趣，但那些本该就属于你呀，早知道我就不该给你改姓。按我说，当年你把那个小野种推下楼的事儿，做的真的是太对了。我上次果然没猜错，他真在梦游。洁癖人设不倒呀，宗法爷。阳台不能去，万一梦游坠楼，那死的可太冤了。这糟糕的姿势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鼻子真的挺好看的。一个早上9点就要上班的打工人，是不能因为想男人而失眠的。美色对牛马来说是毒药啊。李雪她买房子了，你看一下她朋友圈。
恭喜自己拥有了人生第1套房子，不值得炫耀，却值得纪念。感谢爱我的人，希望某些不被爱的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林雪这几年做房地产销售，虽然赚了点钱，但应该不够首付。这房子是谁给她买的？林雪的房子是你姑姑姑父给她买的吗？据我所知，姑姑他们的存款并不多，应该买不起房子。是不是她对象给她买的？就是她那个开保时捷的高管男友。但这地段的房子我去看过，不是特别好，就是那种老小区。以她男友的实力，不应该在这个地段买房子啊。说起来，我听林雪提过，她对象好像是你们公司的高管啊？谁呀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看看我认识吗？张弛。张弛，这名字好熟悉啊。但总部没有姓张的高管，可能分公司有。我查查看啊。好，那你查到了告诉我。好的，交给我。到律所楼下吗？不说了，宗彻来接我了。哎呦，要去约会啊？不是，我不是给他买了个对戒吗？他说礼尚往来，今天要带我去买一把人体工学椅，等会儿就去买。我说你们俩也是怪有意思的，夫妻之间搞得跟室友似的。我倒觉得这样的相处方式很轻松。夫妻之间不就应该相敬如宾吗？不说啦，先挂了。好吧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跟你爸才刚把房子过户给你，你怎么转头就发上朋友圈了？快删掉啊！哎，我爸妈给我的房子，我晒一晒怎么了嘛？妈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跟张弛来逛家具店了，我要把我房子的软装都换了。你快删了朋友圈，不能让你表姐知道房子的事儿。表姐，好巧呀，在这儿遇见你们。这就是周应堂的老公，哼，长得还行吧，但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。一个穷法医，能有张弛这个肖氏集团的高管有钱？这是我表妹林雪，那是她的男朋友。你好，宗彻。他那双手摸死人的，你握什么握？不嫌晦气。你怎么？他好像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恶意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那是我第一次真切的心疼他。自打我认识他起，他就是天之骄子，家境优渥，长相突出，成绩优秀，甚至底色善良。现在的宗彻就像是习惯了诋毁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依然保持着冷静自持的态度。但是我不习惯，也不允许。我和你姐夫出来逛街，怎么你也来买东西啊？真够腻歪的，在我面前装什么模范夫妻啊！哼！您好，几位，请问想买什么？需要我给你们介绍吗？我太太身高1.70米，体重50公斤，麻烦按照她的身高体重选一把人体工学椅吧。好的，我再帮您太太量一下肢体长度和腰部曲线，这样能选到更贴合的款式。好。不就是把椅子，有必要这么大张旗鼓？这椅子做了是能成仙不成？多少钱呀？给我也测一下，我想换椅子很久了。好的，女士，我先帮这位太太量完，我就先给我测，我赶时间，等一下还要看别的家具。行，你先给他测吧。这把椅子是不是特别贵啊？我看律所的合伙人也在用这个牌子，好像不便宜啊。一把适合你骨骼的人体工学椅，不仅能缓解疲劳，还能提高工作效率，值得。有些人还不知道吧？
真正的好东西可不便宜，不是谁都买得起。我家张弛可是给了我一张副卡，让我买东西不用看价格，随便刷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抱歉啊，公司突然找我有急事，我得去回个电话。这样，你先随便逛逛，有事找我啊，听话啊。女士，您和这位太太选中的都是高端款，18000一把。18000？是的，这是折扣价，原价2万。请问您是用什么方式支付呢？刷这个，我男朋友买单，他有的是钱。余额不足。什么？女士，这张卡显示余额不足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再好好看看。先帮我们结账吧，赶时间。一张椅子18000，是不是太贵了？以后只要想起这张椅子的价格，我的工作积极性一定会提高不少。一个穷法医能有多少钱？这椅子得要他3个月工资吧？装什么大款？真正的大款是我的男人。过来，付钱。好。不就是2万块？我用我妈给的装修款就行。等以后我和张弛结婚，2万块一把椅子算什么？200万的沙发我都买得起。哦，刚拿错了，这张才是张弛给我的副卡，刚才那张是我自己的卡，没多少钱。支付成功。哎呦，抱歉，公司突然找我有急事，你说这手底下的人没了我好像不会工作了一样。老公，我刚才刷你的卡，买了一把2万块的椅子哦。哦，是吗？好事啊，好啊。那他对你还挺好的。那是自然，他可是肖氏集团的高管，年薪大几百万呢。吓到了吧？毕竟肖氏集团是江城 TOP 级别的企业。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会碰到林雪，也不知道她会说那样的话，真的很对不起啊。如果不是和我结婚了，宗彻不会遇到这样的事。你小时候寄住在他们家，日子很难过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看出来了。老师，输气了。好的。周运堂同学身世可怜，父母双亡。宗彻，你身为班干部，要发动同学多多关心他，对他给予帮助。老师，我想周同学应该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家庭状况，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同班同学用怜悯的目光看着自己。是啊，谁看不出来，林雪和我之间没有姐妹的互帮互助，只有贬低和比较，这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。虽然他这么待你，你也别放在心上，他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难不成宗法医还会算命不成？她那个男朋友绝对不是肖氏集团的高管。你也看出来了？其实我也觉得她那个男朋友不对劲儿，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先走吧。喂，你之前不是让我查一下林雪的男友是不是肖氏高层吗？在告诉你结果之前，我要跟你说一个惊天八卦。什么八卦？我跟你说，我老板的司机把他的保时捷开出去把妹了。你猜我老板怎么发现的？他居然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小雨伞。那也挺膈应的，车都脏了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老板让我把行车记录仪调出来，这车的行动轨迹居然有你姑姑这个小区，而我老板的司机也姓张。这么巧？
你有他照片吗？有，我发你。啊，是他吗？是啊。怎么了？正如你所说，我表妹的男朋友根本就不是萧氏集团的高管，是高管的司机。萧氏集团查出来他开老板的车出去招摇撞骗的事儿了。所以你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你表妹吗？照片是谁给你发的？徐烨，他是萧氏集团的总助。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，不信你可以向他求证。你也有他的微信？我才不去问呢，她是你的闺蜜，你肯定早就知道对我口供了。周应堂，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我。什么？打小你成绩比我好，长得比我好看，长辈们都夸你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不就是害怕我过得比你好，所以才故意抹黑当时。你一个法学高材生，读了硕士，却比不过我一个大专生。我不止赚得多，我男人还比你老公有钱。你不就怕我嫁给张弛，实现阶级跨越了吗？我没有。我警告你，你也别想去我爸妈那里造谣。他们收到的礼物都是张弛真金白银买来的，我们家没人会信你。他不信你？我6岁就搬进姑姑家了，起初还和林雪一个卧室，确实挤压了她的生存空间。家里长辈也爱拿我们做比较，所以她一直很讨厌我。当年你父母车祸亡故，有赔偿金吗？有，好像有30多万，说是肇事者比较穷，拿不出多少赔偿金。这些年这30多万也都花在我身上了。你确定都花你身上了吗？除了赔偿金，你父母没有留下什么房产、遗产，那些又在谁的手上？这些年我觉得住在姑姑家里确实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，他们理应支配这些钱。看来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所以不必觉得抱歉，尊重是相互的。如果他们真心待你，也不会让你受这么多委屈。多爱自己一点，不用勉强迎合谁。走了，回家吧。出差2周，坐了10几个小时的高铁，差点没把本牛马累死。要是再打到一个臭车，心情简直不要太差。这就是结婚的好处吗？出差后有人来接。早知道换上衣服再出来了，对比太强烈了。喝水。谢谢。喂，应堂啊，姑姑想问你，您手头上有闲钱吗？您急用钱啊？是你姑父，你姑父他得了肺癌了。别担心，我朋友是肿瘤医院的专家，我可以帮忙挂一下他的号，明天就可以带姑父去做检查。幸好是早期肺癌，姑姑说有一款特效药，但是不能走医保，价格有点贵，我觉得他们恐怕负担不起。钱的事你别着急，我卡里面还有几十万，你先拿去应急。不能用你的钱，我们本就是协议结婚，刚结婚不久就找他借钱，太不纯粹了。那我就不上去了，他们现在应该不想看到一个法医吧？我在车上等你。你说我跟你姑父命怎么这么苦呀？这医疗费这么贵，我看呀，我要把这房子卖了，但是没有房子，我们住哪里呀？姑姑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还有20万的定期，我到时候打给你。20万呢？20万？应堂，你表妹啊，不知情，我怕她男朋友知道了会嫌弃她家里有个累赘，
要不是咱们家呀，早些年那么多口人要吃饭，也不至于存不出钱呀。姑姑，你们对我有养育之恩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你不用客气。宗彻的朋友是肿瘤医院的专家，我让他提前拿了号，我可以先带姑父去看病。不用了，我们在其他医院检查过了，已经确诊了的。得知家人患癌，一般人都愿意多跑几家医院，有门路遇到专家更是求之不得，而姑姑却在推诿。那检查报告你们有吗？你可以先发给我，我让宗彻请朋友看看。我们没有打印检查报告，是医生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下次去复查的时候再打印。那我还是先去看看姑父吧，现在再去看专家，免得过了号了。爸，我这边已经把你们过户给我的房子抵押了，能贷款180万。张弛那边说差几十万呢。你刚才说周永堂手里有20万，到手了吗？没给呢，说半天也没有转钱，要不你回来劝一劝？你姑父他们在家，他知道自己生病了呀，心里扛不住打击，出去散心了。等他回来，我自己带他去看专家。下来了吗？需不需要我上去？印堂啊，你要不就先回去休息吧，你把那20万转给我，我带他去医院检查就行。姑姑，你老实跟我说，姑父是不是就没有生病？印堂，你说的这什么话呀？你是不是不想把这20万给姑姑了？不是不愿意给你那20万，是从刚才到现在，你就只想要钱。你们是不是被骗了呀？如果被骗了，你告诉我，我是律师，我可以解决的。我们没有被骗，你就不能先把那20万给我吗？我好歹也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当孝顺我了，不行吗？喂，是110吗？我家里有人被骗了，麻烦你们出个警。干什么呢？不能报警啊！我家里有人被骗了，麻烦你们出一下警。周永堂，你干什么？谁被骗了？你报什么警啊？林雪，是不是你让姑姑姑父合起伙来骗我的？你不会还在被你那个杀猪盘男朋友骗吧？什么杀猪盘？张弛是杀猪盘？你别听周永堂胡说。张弛他是肖氏集团的高层，他手头上有个稳赚的项目，个人投资得250万起步。他这是在带我们实现财富自由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张弛他不是肖氏集团的高管，他是高管的司机，他被开除了。你这2天应该没有看他开过那辆车吧？张弛他把车卖了，那是为了投资项目。周永堂，你就是嫉妒我，怕我嫁得比你好。你这样活着多累啊，还不如当初跟你爸妈一起趁我死了。别提我爸妈。我妈就问你要20万，你还推3阻4的，你还打我！宗彻，你是谁呀？他不就是周永堂那个晦气的老公，天天摸死人的穷法医，他自己嫁得不好，就不想我嫁得好呗。请问是林雪吗？嫌疑人张弛，原肖氏集团司机，自称是肖氏集团高层，盗用公司车辆，涉嫌多起诈骗案，现已潜逃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什么？嫌疑人诈骗？你用房子贷款的180万全转给张弛了？你把房子抵押了？那房子不能抵押呀，那买房子的钱是……警察同志，我女儿被张弛骗了180万，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？这可是我们所有的钱呀！我求求你们了，要帮我们把这些钱追回来呀！本案涉及金额巨大，现已立案调查，警方正在追查张弛的资金走向与轨迹。但张弛有赌博的前科，必须在他把钱花完之前抓到他，不然……完了，房子没了，钱也没了。我爸！林先生，快点救回林先生！
医生怎么样啊？医生，我爸怎么样？根据癌标志物指标和增强 CT 显示，基本可以确诊为肺癌，肿瘤尺寸较大，应该是晚期。肺癌？晚期？这不可能呀！我们就是随口说的病，怎么会是真的呢？医生，我爸这病怎么肯定是假的，医生，他没有得癌，医生。这个检查，你肯定是搞错了，医生。医生，快进来！你肯定是搞错了，下手！肯定是搞错了，不可能的，医生，我再检查一下。你再检查走吧检查吧。你们冷静一点。他们之前说做抵押的房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姑姑是家庭主妇，没有收入，姑父退休金也不高，应该没有能力买房子吧。当年你父母发生事故之后，应该还有房子，而且赔偿金应该远远不止30万，这是你父母用命换来的钱。宗彻，你可以帮我找到当年负责我父母车祸案件的警官吗？我想查查当年的事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吧？谢谢赵警官关心，我挺好的。这些年在姑姑家长大，他们对我还行。啊，我听说你丈夫是宗法医，真是巧了。他是市局的法医，工作能力很强。之前我们一起合作过案子，你真是嫁了个好老公啊！他一直很优秀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对当年的案子有想法，说一说你的疑惑吧。虽然有点难以启齿，但我还是想知道，当年我父母身亡之后，他们拿了多少赔偿金？我记得那个肇事者家里很穷，一开始就没有钱赔偿，后来他们东拼西凑，就是为了让你奶奶和爷爷签谅解书，最后保险加上他凑来的钱，赔了大概200万吧。200万，不是30万。他们真的没想到我父母的赔偿金。小雪啊，这是你的表姐糖糖，快叫姐姐。不许拉我妈妈，这是我妈妈，不是你妈妈。樱桃啊，以后呢，姑姑家就是你家，我跟你姑父呀会养育你长大的，以后就安心的在这里住下来。姑姑，我考上了政法大学的本硕连读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下姑姑呀也算对得起你爸妈了。咱家出了高材生，这真是太长脸了。哎呀，你看看。我告诉他了，算起来，他和他姑姑一家人相处的时间比他父母都多，他心里应该很难受。对了，那个杀猪盘的犯罪嫌疑人张弛已经被抓了，钱也被冻结了。如果他能起诉他姑姑一家人，钱就能直接还给他，也不用扯亲情的账了。好，谢谢赵警官。好好劝劝他，我走了。我决定了。我决定了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这还没说什么决定呢，你就尊重我了？我决定每个月不给姑姑打那2000块钱，也暂时不追究她昧下赔偿金的事情。但如果她再得寸进尺，我这律师证可不是白考的，我会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你好像一点也不意外。纠缠在是是非非中，耗费的是自己的精力，放下向前走，才是明智的选择。
那我们三观还挺一致的。不然，怎么一拍即合，成为夫妻呢？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印堂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不想过多纠缠，但是你姑姑一家实在不是善茬。你姑父现在病了，说不定还要你来负担这个医药费。我以后是不会管他们的。不是你，外面有动静，我先去看看啊。宗彻，又梦游了。不是我对的。哭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能让他在梦中落泪啊？你干什么？那是我的房间，怎么把我锁外面了？这是印堂的房间，印堂人呢？我先去做早餐，你去洗漱。等我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你解释吧。对不起啊，那个，我有梦游症的事儿，先前没有跟你说过。我以为已经好了，不会再犯了。昨天晚上，我没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冒犯到你吧？我都经常在他床上，这次不是冒犯。你吓到了吧？没事儿，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梦游了，是第3次。我是怕你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，所以才跟着你的。谢谢你啊。对了，我查过，你的梦游好像跟心理健康有关。你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吗？我的工作对我来说不算压力。这个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。原生家庭，预想过宗彻的家庭会复杂，但没想到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我父母离婚后，我跟着我父亲生活过一段时间。我父亲娶了继母之后，有了个孩子，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。时旭，叫哥哥。哥哥。他经常缠着我，想跟我玩。哥哥。但有一次他追我的时候，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了。他们不信我，我父亲就打了我。我母亲知道后，抢走了我的抚养权，还给我改了姓。他还对我说：“做得好。”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你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。你相信我？当然了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肯定相信你，完全相信，100%相信你。对了，你预约好去看医生的时间告诉我，我陪你去。
我还有好多年假没休呢。我还要早会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刚护士跟我说有你的预约，我还以为他搞错了。你已经很久没来找我了，我以为你痊愈了呢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没事，预约时间8点，复发了就得积极治疗。我可以带一个人过去陪我诊疗吗？当然，不过我可以问一下，这个人是谁吗？和你是什么关系？我的妻子。那恭喜你，有爱人相伴。我觉得你的心理问题很快就能好起来，毕竟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谢谢。我明天有时间，我到时候跟人事请个假，我陪你去。周律，你快去前台看看，你姑姑来找你了。印堂啊，姑姑知道之前骗了你，是我们不对。但你姑父现在得了肺癌，你表妹问你借钱，你怎么把他拉黑了呀？治疗肺癌不是小数目，如果你真的想治疗的话，我建议你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，应该也足够了。不行，这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儿啊？你不是说你有20万吗？你现在就把钱转给我，我不会再给你钱了。如果你不想卖房子，那你就别治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他可是你姑父呀！那你有想过你是我姑姑吗？姑姑，对，我是你姑姑，把你养大的姑姑。那你为什么要侵吞我父母车祸的赔偿金呢？姑姑，赔偿金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侵吞你父母的车祸赔偿金呢？你要是不想借的话，你就直接说。你何必找一些借口来搪塞我呢？你从小来我们家，我跟你姑父把你拉扯大，对你比对我们自己女儿都好，结果呢，你还诬陷我们侵吞了你父母的赔偿金。结果呢，你还诬陷我们侵吞了你父母的赔偿金。糖糖，你要是怕我们借钱不还的话，我给你写个欠条也行啊。我是名律师，没有证据的话我不会说的。当年的肇事者已经出狱，我去找过他，对方明确表示当年给了200万的赔偿金，但是你们却说是30万。你平常总跟我说30万不足够养大一个孩子，所以我毕业之后每月给你2000块，这么多年积攒下来也不少了吧？你为什么就是不知足呢？我爸妈的买蜜钱还不够吗？您还想要多少？要不您自己去找我爸妈要。我借钱找你是救你姑父的命啊，你却这样抹黑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爸妈，让他们好好看看他们生了怎么样个白眼狼。哎呦，这不瞧他，太难看了。我撞了。女士，损坏公司财物是要赔偿的。我们这些材料大概10万，大理石护墙板也是从国外进口的，加人工费要50万。以及因为你的骚扰，我们律所无法正常工作，还要赔偿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。我们全程录像，还有监控，可以证明没有人碰你，是你自己撞的。你涉嫌寻衅滋事，要处5日以上行政拘留。你们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既然姑姑来了，我也正式通知你一声，关于你侵占我父母车祸赔偿金的事情，我将正式起诉你们，追回本该属于我的财产，不然我这律师就白当了。要不然我这个律师也白当了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周律，你要自诉吗？待会儿我就把视频资料发给你，当做证据。我们整个律所都支持你讨回公道。谢谢你。
你个白眼狼，那你就起诉去吧！你看法官到时候是站在你那边，还是站在我这边？哼！呸！哎呦，你看他这太没素质了。事情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啊，我决定要起诉姑姑他们一家，由本人亲自自诉。我是你丈夫，你做的一切决定我都支持你。我们上楼吧。这卡扣比较难解，我来吧。接吻的时候，闭上眼睛才会更浪漫。除了视觉，其他感官都会无限放大。到这个份上了，还不继续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怎么了？接吻对他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吗？他的洁癖让他无法接受亲密接触，就算是妻子也不行。樱桃，怎么了？你走错了，你现在应该回浴室洗澡，洗掉你一身细菌病菌，免得他们爬上你的唇。刚才，抱歉啊。为你撤回的吻道歉吗？那现在要继续吗？没关系，我理解。接吻本质上是口水的交融，你有洁癖无法接受，我理解。也许他的身心还没有接受我成为他的妻子。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回房间了。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们婚前有过协议，而且他这是心理疾病。哎，算了，再找机会跟他说清楚吧。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？犹豫这么久。算了，不管了，睡了，明天再说。还陪我去看心理医生吗？还陪我去看心理医生吗？昨天晚上犹豫半天，就发一句这个。今天起这么早啊？啊，今天天气挺好的嘛，早起洗了一下床单。啊，昨天跟你说的那件事，去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不会反悔的。我昨天不应该这么对他，毕竟谁都有心理问题。比如我就多少有点回避型人格，边界感太强，别人只要退一步，我就会退99步。喂，回周家祠堂一趟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我自己的事能处理。我现在要出门，早餐我就不吃了。到底什么事啊？要不我送你过去吧？不用，就是我父母那边的亲戚的事儿，我自己打车就行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樱桃，他不仅拒绝我送他，还拒绝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。爷爷，我想让张叔帮忙查点事。对，是樱桃的事。大哥大嫂，是我没本事教好你们的女儿，她天生就是个白眼狼，你们怎么能生出这种六亲不认的女儿啊？妈，表姐干出起诉自家亲戚的事儿，舅舅舅妈就应该为女儿赎罪，他们的牌位就应该扔出周家祠堂。
你别动，爸妈！你们看呐，这个白眼狼当着祖宗的面都敢打他妹妹。这样怎么真是成何体统？放肆！不孝子孙，跪下！大爷爷，我又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要下跪？该下跪的难道不是周素芳吗？哎呀，怎么对长辈说这种话呀？看看，果然没有父母教养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竟然敢直呼长辈的大名。当年我们家条件也不好，把他带回家养到这么大，没想到养了一个白眼狼呀！现在他姑父得了癌症，他不愿借钱就算了，还要起诉我们呀！是啊，各位周家族亲，帮帮我们啊，帮我们讨回公道啊！你们现在要公道，你们要法理，法庭会给；要人情，我给。今天你们要把我爸妈的牌位搬出周家祠堂，我答应，但是不劳烦诸位，我自己来。我哥生是周家的人，死是周家的鬼，你要带的话，只能把你妈的牌位带走。他要是真挪走了，我还怎么找他要钱？这牌位坚决不能让他带走。一个女人竟然敢替你父亲做主，你要想今天的事过得去，就把对你姑姑的起诉撤了，一家人打什么官司？当年我父母过世，你们都对我避之不及，后面知道有赔偿金，就争先恐后的来问我要跟谁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是为了我父母的200万赔偿金。200万这么多呀？200万不是30万吗？就是30万，他胡说的。那你当着我爸妈的牌位再说一遍，赔偿金到底有多少？哎呦，现在你看，你发什么疯？你才发疯呢！你被一个司机骗财骗色，要不是因为你被骗，账户被冻结，你爸会没钱看病吗？你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我父母在天上，也不会让我为难的。我今天就要把他们的牌位带回家。逆女，你信不信我连你爸妈的坟一起迁走？你们活着的人，要动已故之人的坟墓，也不怕遭报应。就是啊，说的别有道理。爸妈，我今天就带你们回家。你妈的牌位你可以带走，你爸的不能带走。我们周家没有这个先例。可不是嘛。大少爷，他姑姑怂恿村民把他父母的牌位从祠堂里搬出来，大少奶奶现在应该就在里面。郑叔，麻烦你报警，他们这算聚众滋事，警察会管的。好的。就算是你姑姑骗了你，但是你始终是她养大的。赔偿金的事儿，坐下来好好说，不能起诉。好，那赔偿金的事情我先不说。但我爸在这个村里还有一座祖屋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应该在周素芳名下了。侵占他人房产也是犯罪，要坐牢的。我不管是不是犯罪，但是你大闹祠堂，不尊敬长辈，在我们周家村就该掌责20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算您是法盲，也应该知道，私自用刑也是违法的。在周家村，长辈的话就是铁律。大伯，印堂这孩子是我没有教育好，所以只能让您亲自出面了，教他怎么样才能尊敬长辈，不然以后周家村的小辈儿有样学样，那以后可怎么办呢？杖责，杖责！
杖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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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杖责。按家法来。这孩子就是没有教我育。以前还给村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，没想到都是一群白眼狼。宗彻，没事吧？你是谁？胆子这么大，敢硬闯我周家祠堂！打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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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周云堂的丈夫，谁让你们动用私刑的？他就是个穷法医，没什么本事，你们别被他唬住了。你们聚众滋事，动用私刑，已经触犯了刑法。我10分钟前已经报警，你们再动一个试试。哎呦，报警了还？我们走。弄到这份上，1分钱没拿到，凭什么周印堂就能有人拼命护着？我遇到的偏偏是个诈骗犯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别着急，警察马上就到。警察马上就到。我们走。你好，我是市局法医宗彻，里面有人非法集会，动用私刑打人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配合验伤。麻烦请好好查查，将闹事的人绳之以法。行，交给我们。好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吓死我了！这么久没回我电话，我就知道出事儿。最后谁来救你的？是宗彻，是他及时来救我，还给我挡了一棍。认识他这么久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这么生气的样子。也是，摊上我家这种烂摊子，的确挺让人反感。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觉得是在给我添麻烦？糟了，说错话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再晚来一点，挨打的人就是你。你觉得你能挨几下？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我以后不会单独行动，至少会带个朋友。手机给我。我把紧急联系人设成我，以后有事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那你老公不就是英雄救美，好帅啊！还扑倒他，把他按住强吻啊！他看到了，他肯定看到了。老天奶，我好像有点死了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我先送你们回去吧。我想先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我父母的牌位。家里不行吗？可以吗？你的父母也是我的岳父岳母，为什么不行？那我放到我的房间。钱真的比亲情还重要。宗彻说他后妈眼看着弟弟摔下楼梯，却谎称是他推的，在亲情与利益的拉扯里，他比我看得更透彻。有突发任务，回单位一趟，不用等我回来。
死者年龄3岁，被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嫌疑人是死者的父亲和后妈，初步推测是虐待致死。这还是人吗？还为人父母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？他们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？人已经扣下了，现在就等你们的尸检报告。干死他们！第一次看到眼神这么冷的宗老师。开始吧。你回来了？吵醒你了？怎么了？嗓子怎么哑了？有点累。那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？好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慢慢的跟我说。如果不想说也没有关系，我们2个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，这样就很好。不要走！没事儿，我在这儿一直陪着你呢。他就这样守了我1夜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守过我。最近睡眠还可以吗？最近睡得最沉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昨天。你有想过为什么睡得这么好吗？和平时的睡眠环境相比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因素吗？我的妻子在我旁边。太可怜了！如果不是亲妈坚持尸检，这件事情可能就这么掩盖过去了。听说死因是直肠破裂引发器官衰竭致死，恶魔在人间呢。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做父母的。负责这起案件尸检的法医，怕是也心里不好受。宗彻是昨天出去的，时间也对不上。难不成尸检是宗彻做的？难怪他回来的时候那么疲惫。病人家属，进来一下。我进去？为什么心理医生说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可以治疗你的梦游症啊？大概是对于我而言，你比较助眠吧。你睡不着，是不是我在你不习惯？是有一点，没怎么跟别人一起睡过觉。要聊聊天吗？聊什么？不如聊聊你大学的时候的事吧。大3的时候，我们上解剖课要去负1层搬大体老师，去了4个人。当时有人为了壮胆说要报数，我们依次1、2、3、4报过去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喊了声我。不是去上吗？怎么成鬼故事了？都是同一款沐浴露，怎么他身上的那么好闻？
当时负一层的灯刚好坏了，灯光一闪一闪的，那声我喊出来之后，有2个人瞬间抱在了一起。怎么感觉后背凉凉的？你害怕吗？对不起啊，抱歉，我是不是不该讲这样的故事？我不讲了，不是故意吓你的。没事儿，是我要听的，睡吧。这么早就起来洗澡了？你这是？刚收到的任务，要去蓝县出差，是一个法律援助的案件。一个人还是跟同事一起？蓝县挺偏僻的，车票跟酒店订好了吗？有点太偏僻了，考虑到和女同事一起的话，安全实在没有保障，所以就派了一个男同事。顺利的话3、4天就回来了。男同事，一男一女单独出差3、4天，为什么我的心里莫名的发闷，像多了块东西？我送你过去。不用啊，我同事打了车过来，接我一起去高铁站。那我送你到楼下，帮你把行李搬下去。谢谢啊。宗澈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天晚上住的房间。我今天一进来就开始检查卫生。我就在想，要是有酒精消毒液就好了。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爱干净了。你们办法源的案子，律所不给差旅费吗？酒店环境太差了。有啊，可是这儿地形偏远，条件就这样。应该是我同事，我去开门啊。周律，有空吗？案子有了新进展，要不我去你房间说一下？不能，不能。这是我的同事李明旭，是我这次办案的助理。这是我老公宗澈，市局的法医。宗主任，我听说过你，想不到我的偶像居然是应堂姐的老公啊！应堂姐？偶像？实不相瞒，我的志愿是成为一名法医，但是我害怕鬼。不过干律师后才发现，人比鬼可怕多了，还不如当法医呢。你现在改行也来不及了。是，偶像说的对。应堂姐，要不咱们去楼下大堂聊一下，顺便让老板煮碗泡面，咱们晚饭还没吃呢。那我们下去说吧，你先回房间拿一下资料。那我去工作了，等回房间再打给你。要是太晚，你就别等我电话来，先睡吧。我觉得这里还可以还得再看一看，这个细节方面。面好了，两位慢用啊。哎，老板，我们只是简单的要了一碗面，再握一个鸡蛋，这配料也太丰富了，你不会上错了吧？刚才有位先生打电话到前台，说是您的丈夫，让我把冰箱里有的配菜都尽量给二位加一点。对了，钱他付过了啊。太帅了，姐夫！工作上专一，婚姻里宠妻，简直是吾辈楷模呀！宠妻？宗澈竟然洗涤了这么一个人生。以前竟没觉得这床这么空旷，他不在，这个家都变得陌生冷清了不少。你要睡了吗？还没。或许你有没有听说过连妈？没有。不过我刚才问了 AI， 现在知道了。你刚才可能都没有看到，我这个房间的床啊，
他面对着一面镜子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吓死我了。我倒是听陈毅讲起过，说镜子对着床会把不良气场反射到床上。不过我是唯物主义，所以不相信。那你们鉴定中心是不是有很多驱邪神器啊？陈毅却是搞了不少平安符、桃木剑、八卦阵。他还在我车上给我扔了一个平安符呢。早知道就问你要一个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我们今晚就通着电话。不挂断了。那会不会有点打扰你睡觉？不会。你忘了，你是我的助眠神器。睡觉吧。早安，昨晚睡得很好，谢谢你跟我连麦。早，我也睡得不错。今晚要是害怕，可以继续。老板，你等一下，麻烦你给我们换个房间吧。我的房间床对着镜子，我睡不着啊。你看我这黑眼圈。好，今天有客人退房，给你俩都换个只有浴室有镜子的房间哈。谢谢老板，你真是大好人啊你。好。换了房间没有镜子，我今晚是不是就不能跟宗彻连麦睡了？宋老师，来活了，南城了，比较着急，明天中午就到案发现场。南城，这地方应该离应堂出差的蓝线很近。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出发，住宿我来定吧。收到。你好，明后2天订一间双人床吧。老师，南城有个酒店，怎么订到蓝县来了？这里民风不好，你看，当街打人，我们一来就碰上了。我儿子打媳妇怎么了？村里哪个男人不打？那婆娘杀了我儿子，我要找他偿命。无良律师，你们出门就应该被车撞死，被车撞死！好啊，这么不讲理！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，我律师也是略懂几分拳脚。打人了！律师打人了！你们是律师还是流氓啊？是你们先打的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宗彻。幸好姐夫今天突然出现，拿出了证件，那2个老家伙才怕了，不然我们今天都要被缠住了。我说宗老师怎么在南城出差呢？还把酒店停在了这儿，打车都得1-2百。原来是师娘在这儿，你是想师娘了吧？同事陈毅。是徒弟，叫同事多生分啊，我们是师徒关系。师娘，有个话太密的徒弟，也是件让人头秃的事，难怪宗彻不想认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睡不着，想过来睡。你不是和陈毅睡一间双人房吗？出差在外，我们2个睡一间不好。我们房间在走廊尽头，玄学上来讲，走廊尽头的房间容易有脏东西。那不怕，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？现在不是了，我怕鬼。况且我的治疗还要继续，你是我的助眠神器。我们2个才在床上一起睡过1晚，你就能确定我是你的助眠神器？
再确认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生理期吗？带暖贴了吗？没带。要不我去问问老板娘有没有暖水袋？我知道一个方法，可以代替它。听说男人的手温比女人的手温高，今天晚上就拿它来代替一下吧。那你用什么还？用这个还。你这身行头还不错啊，在哪买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是我东西。你不是说你老师是性冷淡吗？这我看着不像啊。不懂，宗老师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宗老师了，陌生的让人害怕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走吧。走，走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总算是见到你们了。张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子他出事了。老爷子昨晚突然昏迷，是二少爷把老爷送到这个医院的，现在正在重症监护室，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快走啊！好，这边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医生，老爷子还在危险期，就看今晚的情况了。家属做好最坏打算的准备。请您务必尽全力救助我父亲。小董，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来了。肖董，大少奶奶，我勒个豪门大少奶奶！原来宗法医是我老板的大儿子。据说萧二少和萧夫人老忌惮他了，生怕他回来争夺萧氏继承人的位置。毕竟萧爷爷只认大孙子。我也是才知道宗彻的家庭背景，但他没有争继承人的想法，这些先往边上放放吧。多亏你弟弟去看望老爷子，发现他晕倒以后及时送来了这家医院，不然结果只会更糟。老爷子身体一向硬朗，身体突然恶化，你不查查吗？不是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老爷子晕倒跟我有关系？可别血口喷人啊！我小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晕倒，醒了之后也没挂过你吧？别激动，你大哥他不是这个意思。老爷子的医疗团队在省医，你自作主张把他送到这里来。我自作主张？大哥，你搞清楚，你姓宗，我们姓萧，我们才是老爷子的监护人，你不是。跟姓氏有什么关系啊？在法律层面来讲，宗彻和你们都一样，是爷爷的直系亲属，他有权利为爷爷制定最好的医疗方案。哼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萧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萧时旭，对我的妻子放尊重点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和你母亲最害怕的事情发生。你吵什么吵？这里是医院，你们爷爷还在危险期，都给我闭嘴！好了，都别吵了，你爷爷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去哪儿？去找负责的医生商量治疗方案。如您所见，您的儿子虽然是个法医，但也是个医生。你帮我在这看着爷爷，
你也看到了，在这里除了爷爷，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。放心吧，有情况我立马就给你打电话。你走。哎，你叫周应堂是不是？是。听说你的职业是律师，家里面是做什么的？家里面是做什么的？普通家庭。普通家庭。那宗彻妻子这边是没什么倚仗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阿姨，这是在查户口。你不要害怕，我没有恶意。宗彻这孩子跟我们不亲近，他跟你结婚的事情也没跟我们商量，他爸爸是有点生气了。没好好养过他，现在他结婚却要干涉他的人生。不过我呢，一向尊重孩子的决定，我是支持你们的。他爸爸那边我会去跟他说说。对了，初次见面有点匆忙，一点小意思，这个手镯就当见面礼吧。这个手镯就当做见面礼吧。他是想通过我来和宗彻混合关系，但是我不可能替宗彻原谅他们做过的事。谢谢萧夫人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礼物我真不能收。我先去看爷爷了，您请自便。医疗计划制定的怎么样？来的路上我就已经联系了专家团队，刚才就商量好了治疗方案，会尽快安排手术。我就知道你最靠谱了。医生，我父亲怎么样了？我父亲怎么样了？病人已脱离了危险期，只需要好好静养就可以了。既然已经脱离危险，那我们也不用这么多人在这打扰老爷子了，我们就先回去吧。走了。我先送你回家吧，有专业团队跟张叔在这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我回去换个衣服，再来陪爷爷。好，走。印堂，萧总让宗彻别走，他有事要吩咐。吩咐？父子之间处得跟君臣一样。虽然萧家确实也有皇位要继承，但是宗彻已经很累了。我们刚从外地回来，已经23个小时没合眼了。他有什么吩咐，也等宗彻睡一觉再说。走吧。牵着手走了，不愧是我的好龟龟。是。宗彻。抱歉，让你看到这些。没关系的，你想跟我说什么都可以。我们学法律的
也修过一些心理学，会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。有你在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作为你的妻子，我很开心你能说这句话。晚安，睡吧，我一直在。我说，我都没事了，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啊？最近不忙，也没有什么案子，我就请了年假来陪你了。你怎么还请假呀？这不耽误事儿吗？工作永远忙不完，但爷爷只有一个。哟，那我可得赶紧好起来啊！工作可以耽误，生孩子可不能耽误。你和应堂有没有什么计划啊？爷爷，应堂的工作才刚刚起步，现在生孩子，对应堂来说有点早。这不都说早生早恢复吗？无论什么年龄，女性都无法规避生理损伤。顺产可能会导致耻骨联合以及骶髂关节的生理性分离和损伤。剖腹产呢，产后恢复也会经历阵痛，还有产后修复的问题，也是。好，爷爷知道你是专业的。就是我这年龄大了，希望你身边多一个自己的家人。不过，对生孩子这事儿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，爷爷就不逼你们了。经过这次重病，我对自己的身体也没那么自信了。虽然我也想活100岁，可这不现实。等我哪天真的不在了，我可不希望你在萧家孤立无援。爷爷，你要是想让爷爷安心，你就签了。董事长，肖先生您好，您消失这么多年去哪里了？方便透露一下吗？肖先生，您为何突然任命宗先生为集团董事啊？突然任命您为董事长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们还有事，请让一下。肖先生，让一下吧。请回来，肖先生，肖先生，让我摸你吧。肖先生，肖先生。恭喜你，你的梦游症终于痊愈了。爱果然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看来你得好好谢谢你的妻子。我一直很感激她。哎，来了，走。姐夫，新闻我们都看了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我真没想到，姐夫居然是萧氏集团的继承人，难怪能看出张弛是诈骗犯。应堂啊，是姑姑错了，你能不能看在我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撤诉好吗？你嫁了一个这么有钱的老公，你不缺钱花的。周素芳，我起诉你是因为你欺骗我，践踏了亲情。你要是真的觉得错了，就应该把赔偿金还给我，而不是求我撤诉。应堂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，有什么话到法院再说。姐夫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姐撤诉吧！你们那么有钱，还就这么点赔偿金吗？放开他！你姑父还在医院呢，你就不能拿钱给他治病吗？他要是死了呀，都是你害的！你个见死不救的白眼狼！给我住手！你放开我！把这2个人都给我轰出去！告诉物业，从今天开始，
严禁他们2个再踏入这个小区半步，更不允许踏进我儿子和儿媳妇的住处。走！你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白眼了！这位是？我是宗彻的母亲。阿姨，这是我作为宗彻母亲给你的见面礼。这些呢，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给宗彻购置的房产，就等结婚的时候给他呢。阿姨，这是你给宗彻的，我不能要。宗彻的梦游症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我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母亲。对于宗彻，我实在是有愧。我知道是你治愈了他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可是阿姨，哎，快喊妈，这都是一家人了。你呀，该改口了。妈。哎，妈，你这样会吓到印堂的。这算什么呀？咱们宗家不比他萧家差，萧家把股份转给你了，那咱们宗家也能把股份转给你啊。妈呀，都把这些手续办好了，明天之后你就是宗氏集团的大股东了。这竟然不是牛马车毒蘑菇以后产生幻觉，我好像嫁了个超级好的老公。你们俩就好好的过日子啊。妈先走了。好，回去吧啊，拜拜。好像是许毅给我寄的快递啊。走吧。宝子，收到我给你寄的快递了吗？为了庆祝我的宝贝龟龟成为大少奶奶，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大礼？什么大礼？当然是各种款式的小雨伞啦！我来捡。我帮你。凸点。薄荷巧克力味，咦，多少有点猎奇。超薄，这个似乎正常点。这款我还挺想试试的。试试啊。试试，可以吗？樱桃，我有跟你说过，我真的很喜欢你吗？真巧，我也是。昨晚睡得还好吗？还好，但是太好了，还没恢复好，今晚申请休假。休假审批同意。樱桃姐，樱桃姐，医院刚刚传来消息，你姑父过世了。信息确认了？确认了，你姑父得的是小细胞肺癌，这种病晚期的生存概率本来就很低。他现在过世，你姑姑和表妹会不会给陪审团打苦情牌啊？我们准备的挺充分的，其中一个被告身亡，
应该不会对判决结果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我还是做一个备用方案吧。那你先忙，我出去了。你需要调查什么，叫我就好。喂，你姑父的事，我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心情多少有点复杂，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有点唏嘘。但是这次我不想再退让了，我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哎，要不要萧家帮忙？爷爷问你，需不需要萧家帮忙？不用了，你帮我谢谢爷爷，毕竟这一仗还需要我自己去打。好。证据充分，证人都愿意出庭作证。即使被告人之一的姑父过世了，但法律没有人死债消这回事。他们败诉了，我爸妈的赔偿款和遗产也会回到我的手里。别跑！给我站住！什么呢你？站住！为什么会败诉？你的职业经验不是比郑玉堂丰富吗？你们这些律师都是骗子！还我的诉讼费！还给我们！恭喜啊，周律，胜诉了。谢了，宗法医。